邱建良冲过，来，邱建良应该对上，对，又再次倒地，裁判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邱建良竟然主动倒地和裁判抗议，那是因为裁判一直在主动帮助老外，而且还恶意修改规则，民防裁判的恶意判罚就算了，还要按守老外所实施的违规肇事。这个风格我接受不了，这个风格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风格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什么规则？如果是纯泰拳规则的话，纯泰拳规则我也接受不了。他们的违规还不止于此，而且还偷偷买通了所有裁判组的成员，甚至还在赛前发布会对邱建良的老板大打出手。我操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愤怒的邱建良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使出隐藏多年的必杀技 KO 了他。这个老外可不简单，他血液里流淌的可是皇室血脉，其老爹是皇室成员当中最成功的那一个，坐拥数十亿资产，所以艾哈迈德的每一场比赛都有专人来进行打点。至此，年仅21岁的艾哈迈德·伊斯梅尔就获得了恐怖的60连胜。然而，他这些下三滥的招式却招惹到了他不该招惹的人。邱建良奉命来到埃及教训这个家伙，明知这家伙有强大的背景撑腰，邱建良毅然而然决定来会一会这个埃及王子。所谓的徇私舞弊，在邱建良眼中完全就是不入眼的小把戏。邱建良的实力就在这摆着呢，在擂台上1打2又如何？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阿哈迈德·伊斯梅尔的比赛，我是评论员王腾霄，和我搭档的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。好了，大家看到阿良这回是打68啊，比之前自己的级别要稍微大一点点。此时的邱建良已经登顶了羽量级世界排名第1，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，艾哈迈德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，输了比赛算是正常，那要是赢了比赛，艾哈迈德就捞了一把大的。毕竟邱建良是世界第1，老外的嚣张并不会实施的太过明显。邱建良在世界体育委员会那里说话还是具有含金量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典型移动的环节，不过对方依然是典型的埃及式的进攻方式，拳法的大规模的速攻，对，漂亮，直下打上的一记扫踢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啊！实话说啊，邱建良这种挂腿的扫踢，并没有太多击倒过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能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个巨大的、特别大的影响，就是有一种冷不防被对方的这个突施冷箭给打了这么一下。没错，就是对对方心理建设是一个打击和摧毁。再次找节奏，能获得世界第1的选手，在中国邱建良算是第1个，而且还是首位登顶羽量级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，能在30岁前获得如此荣誉，属实不易。不过他所获取的所有荣誉都和他的努力有关，体素质包括身材都不是最出众。对，你看，假设啊，我们这个有时候总爱拿游戏跟大家来比较，说有的运动员是攻高，有的运动员是防高，邱建良是属于这个智力特别高。对啊。这个伊斯梅尔的爆发力还是非常不错。邱建良也要小心对方的这种进攻。对，而且对手很年轻啊，这个刚刚21岁，这个有时候会冷不丁的来一次重击啊。对，所以说你预判的是这个拳怕少壮嘛，那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啊、反应速度啊，这个裁判得到艾哈迈德指令之后，比赛才得以正常进行。要是艾哈迈德有点意外，裁判绝对会给艾哈迈德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息。结果要强的艾哈迈德并没有启用裁判这枚棋子，而是继续要求裁判恢复比赛秩序。这样是好的经验。没错，荣耀的这几位明星选手，邱建良更多的是用对方的心理去压制对方。对，魏睿更多的是用这个场上的这个腿法的控制范围，我们说的扇形进攻。对，铁英华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实体身体去物理挤压对方。对啊，然后邓泽奇呢，更多选择是直线的压制。对，刚才是中了一腿，但是邱建良的那次高挂腿啊，可谓惊艳啊！这个继邱建良的那个神龙摆尾之后啊，这次在腿法上的又一次突破。我觉得邱建良在这个下盘进攻上最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在于他进攻中啊，不停的去踢对方的脚踝、脚跟儿，打乱对方的这个站桩的这个姿势，对，从而破坏对方的平衡。
何琪啊，包括赵春阳都开设了自己的这个拳馆。对啊，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即便邱建良没有拿到世界第一这个头衔，但邱建良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。此时的邱建良还开设了拳馆，很多学徒都慕名而来，拜到了邱建良的门下。即将30岁的邱建良也打不了多少年了。不过这场比赛算是邱建良职业生涯当中最委屈的比赛，竟然险些被老外明目张胆黑掉。常规性的进攻方式，这也哎呦，邱建良直接跳起来，但是对方是低了一下头，邱建良是扶住了绳圈，把对方压倒。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说实话，这个擂台啊，我觉得还是有待完善一些。这个外面留的这个空间确实有点太窄了，有一点危险。左右的移动，两人的这个反应都非常快。本次来到埃及的选手的爆发力还是都非常不错。对，这个我们在进入营地以后，因为我们进入这个空军的住所以后呢，是不太能到处参观的，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选手。年仅21岁的艾哈迈德非常勇猛，根本就没把邱建良放在眼里，甚至直接当着裁判的面实施消极搂抱战术。毫无招架之力的邱建良根本无法打出有效进攻。看似这个艾哈迈德晃晃悠悠傻傻的，其实这个家伙的爆发力非常高，只要给这个家伙一个机会，他绝对会猛扑邱建良内围做动作。艾哈迈德可不管邱建良是不是世界第一，这些选手大概的主流方向都是很热衷于这种打法。是的，而且事实证明，这种打法依托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情况下，对中国选手还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。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现在啊，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就加引号的过时的那种打法，在他们身上拿来，并且实践效果还是很好用的。我们习惯了比较完善的、成熟的这种格斗体系的对攻，一旦进入这种相对发挥比较自由的啊，甚至说有一些小小的技术空档的这样的风格，我们反而不适应。前面2回合的艾哈迈德非常老实，并没有启动裁判这枚棋子。反观邱建良也没有小看艾哈迈德，而是继续与艾哈迈德展开正面对抗。这个埃及选手从小就接受了系统式教育，他所获取的教育要比邱建良受到的教育高出了好几个层次。不过邱建良已经突破了瓶颈，成为了世界第一。人家扫踢，这个就想想，这个你不地道啊，你也不按套路出牌啊。的确打法比较非常规，对于邱建良的解读好像也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问题。对，这得重新梳理。哎呦，这个对方的一次重击击中了邱建良。是。邱建良还在表现说我这次不是重击啊，这次是我在移动中。的确是动态移动中被击倒了，但这一次我觉得说是一次重击就不为过。而且这个我们发现，尤其这位埃及裁判，还是这个很有这个场上表现欲的哈，特别愿意用脚出脚。是，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裁判会愿意用身体是隔开2位选手。这位裁判可能也是属于表演型裁判啊，这个。就有一种赌上一把就是一把的感觉，找机会拿下世界第一啊！这每把都是梭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邱建良开始全面对艾哈迈德发起猛攻，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艾哈迈德。此时的艾哈迈德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，不过艾哈迈德丝毫没有放弃，而且还时不时对邱建良发出一些十分致命的招式与动作。要不是邱建良保持十足的机警，说不定这个艾哈迈德还真有可能创造奇迹。再抡，中一脚，这脚挡住了。其实啊，这个对于这种比赛啊，这个邱建良的这个心理压力啊，可能这个承担的要更大一些。漂亮！一个非常低的蹲位的这个摇闪，真的这个是不按套路打呀。这对于像伊斯梅尔这样的年轻的这个选手来说，打输了不丢人，打赢了这个可是这个捞着一把大的，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。是，
其实如果说这样的状态的话，他心态能够放平的话，裁判开始逐渐帮助艾哈迈德，尽最大努力不让艾哈迈德损失太多的体能。反观邱建良，无论遇到什么阻止，都无法让邱建良放弃对艾哈迈发的主动进攻。然而体能不支的艾哈迈德正在疯狂被肆虐，不是被挨打，就是在被邱建良的拳脚进攻招呼。这放飞自我了，算是。对，因为已经完全不看邱建良的反应了。但这是很危险啊！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。对。这最后这一回合，这打的确实是有点乱啊！你说前裁判直接读秒了，这下是给5秒了。前2个回合其实伊斯梅尔，尤其第一回合，我觉得打的还是非常不错，还是不错的啊。邱建良再次冲过来，拉出来2次、3次上勾顶膝，你看这个把身体重量都抛出去，全抡出去了啊！这个脚下有点。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，被读秒的艾哈迈德已经丧失了比赛资格。然而邱建良依然没有打算放弃对艾哈迈德的压制，一直到比赛结束的前1秒，艾哈迈德还是没有逃脱被放倒的命运。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边角和这个现场观众，好像对这个伊斯梅尔表现啊很满意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但这个满意的点在于，他的确击倒了邱建良1次，那次裁判虽然没有读秒，但我们认为是1次重击。对啊，但是邱建良至少击倒了他2次。对啊，还有1次读秒了。是在分数上，邱建良不会，起码不会输，我觉得。平的可能性大吗？那现在我们得看一下最终裁判的这个判定，但是从现场这个反应上来看，好像对手对自己这个还是非常有信心。我自己会这样想，第3回合肯定是邱建良的回合，对，这样邱建良还让对方读了1次秒，是，也就是对方是8，邱建良是10。对，关键就看前2个回合，这个能和邱建良打满3回合的选手很少很少，艾哈迈德也算是当中比较出众的那一个。肉眼可见，艾哈迈德全程都在挨揍，打出的致命进攻全部都被邱建良灵活躲了过去。结果裁判还是判定了比赛为平局，没直接判定艾哈迈德获得胜利，已经算是给邱建良面子了。要不是碍于邱建良是世界第1，根本就没有加时赛这么一说。我还是再看第4回合吧，毕竟好的比赛我们是不嫌回合多的。对，其实你说对手你有多少是有绝对的这个优势呢？我觉得第1回合这可以这么说吧，可以这么说啊。第2回合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有待商榷。第3回合邱建良的优势应该没。听到加时赛的时候，艾哈迈德犹如晴天霹雳，不过还是要接受现实。进入到加时赛的艾哈迈德非常活泼，并不是有意而为之，而是被邱建良逼迫所致。只要艾哈迈德不动起来，那么打在身上的拳头绝对可以让艾哈迈德痛得蹦起来。有的了，吹一辈子咱先不说啊，可以吹一阵子了。邱建良有些急了，我觉得心态有些焦躁。对，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有一些受影响。是，没错，这个摔法是没意义的，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样。后手轮，再次左右移动，邱建良升脚。哎呦呵，对方做了一个下箍颈的这样一个动作，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裁判警告了。对，这也能看出来，伊斯梅尔确实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。再这样打下去，艾哈迈德会被邱建良打坏，甚至直接被邱建良打成半身不遂。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艾哈迈德还在苦苦坚持，并没有要放弃比赛的念头。看来艾哈迈德为了一战成名也是拼了。外没打到。这个伊德梅尔在第3回合就不停的使用这样的动作。对，这会儿已经开始跑着打了伊斯梅尔，感觉他可能没有做好这个4回合的准备。对，你看这几下都是又再次倒地，裁判直接读秒吗？认为太消极了吗？我刚才并没有看到进攻。我是认为他这个整个把身子抡出去之后，然后顺势倒地啊，可能有借这个机会喘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
喘息跟缓解的这个是小伎俩吧。邱建良冲过去了，压过来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一下应该对了。被袭击命中的艾哈迈德没有迅速起身，所以裁判默认艾哈迈德受到了重击。不是裁判不帮助艾哈迈德，那是因为艾哈迈德所处于的处境太过尴尬，手握一点小优势还好，这下倒好，却被邱建良打得嗷嗷惨叫，无法躲避。再读秒，那这就没有没有什么悬念，没有任何打的悬念了。对，绰飞伊泽梅尔直接把邱建良给 K 掉，时间也不多了。哎呦，这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时间，艾哈迈德已经丧失了反击能力，台下的富豪也是有心而力不足，根本无法阻止邱建良的暴行。看来他实在是把艾哈迈德给害惨了。好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比较清晰了。对，第4回合，艾哈迈德能坚持到第3回合结束，富豪就断定他的儿子可以终结掉邱建良，结果被邱建良狠狠上了一课。虽然没有血渍，但艾哈迈德已经见识到了邱建良的威猛。裁判的用途只用到了一点点，中途给了艾哈迈德短暂的休整时间。大师也觉得艾哈迈德根本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状态，即便是给艾哈迈德10分钟休息，那也无法正常与邱建良展开正面对抗。一些影响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最终邱建良获得了胜利，成功拿到了在埃及的首胜，也让这个所谓的埃及王子见识到了中国选手并非是好欺负的。大家感觉邱建良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邱建良的硬气。但这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艰辛，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。我们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这个场地、国外的饮食、国外的时差、国外的规则、国外的 special 规则。所以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努力训练。